如何处理好艺人与粉丝间的关系。等你们赚差不多了，我再告你们。好抠我的哥！现在你们纯粹真的是为爱发电，喜欢中央空调。别乱说话。几年盛行，你说我看到这些奶茶我就知道你来了。完全不知道跟你们聊什么，已经聊干了。今天俺给狄东家扎密汗了。你说的这些网络用词我完全听不懂。大家好呀，我这一轮的迪听又开始了。让我身边这两位，我觉得只有特别关注我的朋友才知道你们俩是谁吧？还是说你们其实已经有一些自己的粉丝了？都知道我们。哇塞，非常的自豪哈！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给大家讲一讲这次来到我迪听的两位嘉宾是谁，真的很神奇。好的，让我们 C 位先来。哎呀，大 C 位！哇，我这个节目就是随便跟人聊，对，互相鼓励。自由，你俩看起来很不自由的样子，很紧绷。大家好，我是琪琪。琪琪是我多年老粉了，第一次我们俩认识应该是2016年嘛，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来长沙录《不服来战》的时候结下的不解之缘，只能说是不解之缘。来，剩下这一位 ，Hello， 姐妹们。这一套话术把它讲完。大家好，姐妹们，我是田七。大家叫我李琦吧，我也是迪哥的粉丝耶。说一段话手势要600多个，是不是？就是很多小动作，职业动作非常之多。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很神奇，因为上次你们在今年几月份的事？1月份吧，是不是？每次来高铁站来接我，接的也没有以前勤了，毕竟现在都是老了，也不是老了嘛，很多精力还是要投入在自己生活当中。因为我本身也不是一个鼓吹大家疯狂来高铁站接的人，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录的很多节目，你们也懒得来看，所以见我一面的时候，可能就通过高铁站这种方式拍摄我也是日常会有的一个行为。那次就是随手往网上一甩哈，对，突然就爆了。谢谢杰哥。只能说你们又捞着了，好不好喝？不要用这管，要从旁边才能喝出它的美味。过期了，但这个真的特别甜，你们回家砍一刀吧，好吧，一人砍一刀。泼天的富贵当时怎么想的？怎么接这波流量？其实当时是因为你2个号，最精彩就你2个号，主要是我报的那个账号不能带货，用不了。对啊，我就另起另外一个号，没想到马上起来了。比如说很多寻常人，他们拍了一个视频，觉得还不错，可能那个视频他把它置顶，就当做生活中一个小插曲就完事儿了。但是你不仅把它抓住了，同时还把以前拍过我一看那些衣服，有些我都没穿的衣服，都一看就2-3年前的，全部都翻出来，你都还保存在手机里的哈，是的，好厉害。在我们站子的微博里面，这么多年坚持也在为我做站子。还有你的会员。我跟你们说，其实我是真的因为你们，我才真正感受到粉丝会一直为你做事情，不求回报的为你做事情。我也不知道我那些算不算回报，反正因为我录的节目多嘛，老给你们票啊什么的哈。而且有的时候会通知你们，哎，今天是哪个艺人来啊什么之类的。那没有吧？主要是看我哈。虽然你们的那个 ID 什么的都是挂了很多别的艺人的名字，但没关系。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追星比较疯狂一点。找你们来聊呢，我其实也没有想好什么话题，因为就是这个圈里面啊，总是把艺人跟粉丝之间的关系很难去深入的探讨。我已经算是一个很特例的一个人了，如果按照我这种情况，在饭圈文化里面，完全就是纯私联了。对，我们就回山村了。私生，但你们确实没有干私生那种事，因为私生可能就是侵犯到生活的领域中了，可能住的酒店、打酒店的电话或者偷听啊什么之类的。你们根本没有这个兴趣，我们是有分寸的。因为你们出现的场合对我来说也是，比如说你们来接我，虽然不鼓吹这种行为，但正好看到你们了，我也没有造成很大的拥堵的情况下，就是一路就顺着走了。讲拥堵也没有人啊。拥堵不了。最大的那次就是你引导的嘛，错误的一次行为，有一次把我干飞。哪有？那次是有组织的进行。你以为你能？没想到人带人来这么多。你以为你能控制了大家是不是？当时还有个群啊。错误的行为，检讨没有自己。下次再也不说了。因为你没有想到真的来那么多人来堵我哈。本来群里面只有30多个人，主要是那时候包了那个。大家喜欢这个热点，大家热点就是从众心理嘛，大家都喜欢看看热闹。你看热度过去之后归于平淡，我又可以自如的行走在高铁站了，挺好的。然后你们也懒得来拍了，因为拍够了，更好。我们想不到话题跟你聊了，干了。没事儿，这些再说吧，无所谓。每个艺人都希望跟粉丝相见，都是在作品啊，有机会能来看录节目，但是录节目好的一件事情。我录这个播客也很难给大家去描述如何处理好艺人与
粉丝间的关系，因为我又是主见特别多的一个人，主观能动性特别强的一个人，可能也听不进去。像我多年走来都是自己想要做点什么，我肯定自己就来了。在你们的判断中，我有没有做好的事儿或者不好的事儿也无所谓哈，懒得管那么多。怕你说错话什么的，就是，但是我觉得错就错了。这么多年，自己应该有分寸，有分寸。反正聪明着呢。反正我做错的事情，错了就错了，我就自己又在那儿那个解释啊，或者道歉啊。错了就认嘛，反正真的是自己做错就那个嘛。反正已经尽量很谨慎了，希望不要引起太大的浪潮吧，也不会怎么样。大家已经习惯我们这么处着了，很多人还挺爱看的，好多人催更，像连续剧一般。好羡慕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今年我比较感动的就是生日会的时候嘛，因为你们一直在说好久没有组织那种比较大的那种活动了。对，粉丝天天都在问我什么时候，也有难以回答哈。我每年都催迪哥什么时候开生日会，什么时候开。迪哥说有时间，都说不想花钱。钱谁给？没有了，不是这个原因。那前几年不特殊情况嘛，也没想好呀。今年就说起来就办一个，结果妈呀，反正就是好玩好吃，大家都玩得挺开心的。我就录完节目立刻冲过来就跟大家玩起来聊起来，结果在一个给大家签名的环节，我老泪纵横，尽量坐在那说，然后把每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个如数家珍的说出来，那一刻对，我就感觉这9年，哇塞，也真的经历过太多。那时候我不是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就开始联系他们嘛，一个一个联系那种老粉，他们就已经结婚生孩子，对对对，就没办法来了。其实很想来，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啊，是的，工作啊什么的，不像以前的我们。因为最早大家比较最积极热情的时候，我老去北京录节目或者长沙录节目，都有很多我全部都能喊出名字的粉丝，天远地远的过来，比如北京的麦麦什么的。然后我上一次见他也是那种泪水，他是很莫名的就涌出来了。他来那个机场嘛，就跟他聊差不多以后，哎，好像也是高铁站吧。走的时候我一上车，他也哭我也哭，就那种不让彼此看见的哭，窗户起来。我就很感谢我这份工作吧，还能动出这么大的真情，这个挺不容易的。而且你像追星的话，就是认识很多各种地方的粉丝嘛，去北京可能就跟你的北京粉丝见面，去上海跟你的上海粉丝见面。我去北京就跟小新见面了嘛，然后本来还约了腾爱，但是他那天突然临时有事，然后去上海就是跟金亮见面，我住他家住的是吗？上海就是去年去北京就是跟小陈一起去的环球影城啊，然后和小新见面，然后小新还带了他的儿子，对，他孩子跟我我们一起见面，真的就好多粉丝都生孩子了，挺神奇的。我们两个什么时候生孩子？因为你们就是一直在做站子嘛，希望你们把站子当孩子没有了，也期待你们的那个孩子感情，你们的孩子有新的感情动向。你猜我为什么能记得住这么多人？主要人少，人少是很重要的一环。你们也挺能坚持的，怎么能坚持这么久？因为很多时候，说实话，生活重心慢慢会移走之后，可能还是会投入的很多在你们的自己的生活当中。但可能我老来长沙录节目是一方面哈，我想了解一下怎么坚持下来的。就是我们两个人本来就是好闺蜜，对，我们两个每天都是玩在一起，天天聊天的。我那个时候录不服来战的时候，你们那个时候刚还在上学吧？我还在上学，16年嘛。那时候其实我们也才认识没多久，我觉得真的是缘分。你俩是怎么认识的？追星，我们俩就是纯追星，追王嘉尔还是？应该是王嘉尔吧？对，是的，反正就很机缘巧合，他只回复了我一个人。那个群里面有100多个人，对，就是王嘉尔那种都是喜欢他的人的那种粉丝的一个大群，只回复了我，然后我们就认识了，然后后面我们就在现实中玩嘛，因为我觉得追星的女孩就是这样的，很神奇，就是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但是比如说一起为了你的偶像去一个城市的话，大家就可以一起拼酒店啊、拼车啊什么的。首先有一个共同语言、共同的话题，聊起这个粉丝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啊，还有他什么新出的东西啊，什么都特别有话题哈。对，就两个陌生人为了一个，对这个过程感觉很幸福，大家就集中在一起，对。那我真的就特别想了解哈，王嘉尔同样还是喜欢，怎么能从王嘉尔跨度到我呢？跨度有点太大了吧？是不是正好我们那个不服来战那个节目也是在大众传媒录？对，不是，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你在什么时候不？第二次上快本，也是2016年，那个是王嘉尔第一次上快本。我也是托王嘉尔的福，我就当时想说，我也是托王嘉尔的福哈。那时候我是第一次看到你啊，在那个节目，当时知道我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吗？认识我这个人吗？完全，我那时候认识，但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啊。我那时候因为还挺喜欢娜姐的嘛，就看娜姐那个什么，那就这么说，我就觉得哇，
你好厉害啊，就是对那种能力啊、接梗后面能力啊什么的，还蛮有趣的。后面又发现你在我们学校录节目，哦，不服来战是接在那个大本营后面，都是16年的事儿。对我就刚好喊琪琪一起去看，而且我当时好像还回复了你的评论，是不是？回复了当时艾特你，艾特我问我在哪儿录，是不是？风里雨里哦追，当时流行那个虹桥一姐嘛，对风里雨追里什么一个哪里等你然后结果，是啥呀？我说我要来追你啦，就这种。然后我就把我的你就没回了定位发给你了，是吧？没有，然后我就去了现场给你打招呼。发现我非常的热情，是不是？对，还跟我有们合求必应照了。，还跟你们合照了，这个事儿不记得了，所以这个是最早的一个机缘，但是当时并没有想到要给我做站子或者什么的哈，没有这个想法。然后看完以后，我们就觉得哇，迪哥人很好，就是我们艾特你微博，然后你还评论每次都我们什么的回应，然后后面你就给我发私信说，我有几张快乐大本营。哦，是吗？对啊，哦，懂了。那个时候录大本营，每个艺人都会有几张专属的粉丝票，就是提供给我们的。正好有的情况下，我就在想，哎，我那个时候在长沙录那个《不服来战》，你们不是有几个小妹妹过来看吗？对感觉他们是很爱看节目那种人。对对对后来我就直接给给你发私信了哈。对妈呀，你说我这么爱跟人聊啊！我有几张对票，你要不要来看？我说可以啊，来，我就880一张，你还说你有几个人啊？我还好几张呢。生怕没人来给我应援，是不是？然后那一次你们就是因为那个票就开始挂那个横幅是吗？还是那次还挂？没有没有后因为你们挂横幅已经变成我大本营那段时间的一个话题了。然后后面我就跟李希说，我说要不我们给迪哥开个站子吧？哎呀妈呀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这个不是我主动要你们开的，不是我只是单纯觉得多几张票，我也不知道给谁。说实话，而且最搞笑的是，因为早期的大本营不是有艺人的应援嘛，就艺人上班的门的正对面就是一面墙，那面墙就是各家艺人粉丝的必争之地，谁先到了以后就占据那个黄金 C 位，挂上那个艺人的什么海报呀、大横幅啊什么的，给那个艺人撑场面。是的，最搞笑的就是你们突然来给我撑场面了，我们真的是哭笑不得那次。那一次就是因为我离那里很近嘛，我就头一天的晚上搬个椅子去。太狠，你不会坐了一晚上吧？没有嘞那，不就挂这里，别人不会去取就是你的嘛挂了之后就你就是你的了。提前一天就把我对的那个海报对挂在那儿了头一天晚。上搬个凳子，你们好像很熟悉这些路数哈。也没有很熟。其实为你开站子是第一次，然后就是也慢慢的了解别人是。你们有不懂的那种事儿，会有很多有经验的人，你们会去问吗？别人有的，我们第一个也要有。那一次真的有点搞笑，因为因为除了你们2位之外，我记得那次反正至少不超过10个人，但是也不少。 5、6个人都是谁呀？他们现在也霞霞各奔东西呀啊，霞霞，对对对。还瑶瑶然后闪，你们当时是怎么把大家组织起来的呢？筛选？其实一开始有时候就是我们叫我们的朋友一起，然后还有本身你不是也有老粉吗？对啊，比如说文文啊什么的。哦，文文，哦对的，文文也在。霞霞，因为霞霞也是看火星情报局，顺便粉上我的。然后每次来看的时候，穿着薛之谦品牌的衣服。我的很多粉丝都是那种双单，对对对，同时单点别人。多单老师。多单啊，你还双单都不能满足你了哈，要多单。最近单的是谁？最近喜欢王安宇，王安宇哈，看小巷人家确实多单。追星女孩很爱看各种各样的，不管是综艺啊，各种作品什么的，就会被某个人的魅力所吸引，非常正常。有追求总是一个好事儿嘛。扯到哪里了？扯到挂横幅那个事儿了。因为那一次我第2天来录的时候，我一到我说妈呀，正中间蓝色的杨迪勇敢做自己，迪拜永远支持你对。那张照片我还记得，还是我朋友拍的，挂个单边眼墨镜挂还是你现在后援会的头像。很多粉丝还用那个照片画了一些那种漫画图什么的，然后娜姐还去拍了那个视频。我的天哪！今天杨迪录大本营，我竟然看到他的那个应援了。因为今天都是偶像团体来嘛，我看到那个杨迪的应援了。我的妈呀！哎，来看这个，杨，哎呀，怎么有点皱巴了呢？啊，杨迪勇敢做自己，迪拜永远支持你。哇，应援呢？这里还有一个大手笔啊！我的天哪，这杨迪好做作！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边有一个找杨迪收钱的吗？哎，这边是不是找杨迪收钱的？是啊。这边找杨迪结钱，我去找杨迪。天吧他，说这是
来对对对算命的吗？然后本来我们不是给你惊喜吗？然后后面就你一开始没看到，是他们跟你说的。哦，对，要录的前一天就已经有很多《快乐大本营》的那个导演给我发微信说，对迪哥，你的那个海报在 C 位，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慢慢这些年就过去了哈，而且你们也是看到我越来越猛，势头越来越狠，越来越红。没有了，我那个时候录大本营还没有录火星，是不是？一开始就是快本和那个天天向上。火星算是那个事业的一个突破口。你们来看火星看过多少次都数不清了吧？基本上每一季都去了吧。之前还是属于能坐得住的哈，后面就是坐不住，主要后面的不让带手机对，了。之前是可以带手机就没事。就很你们没有煎熬手机很难受，对因为很煎熬光是看我们录节目很困。没有了，就是你手抓在手里都可以，不玩都可以。我现在录的那个《你好星期六》，你们好像从来没来看过哈。下次说了要给我们，我啥意思啊我也很想去看一次，什么你们想有机会？因为我以为你们都我一次没有过了那去个看节目的年纪。你们上一次看我录的节目是啥节目啊？过火星啊火星情报局，就是最后一季那我次录制，是看的最后一期嘛，好像提前离场了。对，是我。因为我那天在火因为星有一个段子，正好要讲到他们确实来拍我在什么撒饭什么的，我就要 cue 一下他。我一抬头，他那位置空了，人说他都不在了走了。因为那天在外面排队站了好久，站了4-5个小时起码，在那个里面排队又站了1-2个小时，感觉腰都站痛了，然后才坐进去。所以真的当粉丝很辛苦，很不容易。如果是第一次来的粉丝有这种机会，他们一定能坚持下来，因为终于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偶像。像你那个，我是你我也走。我在外面排舞的已经走了，而且他又那么早把手机收了，就是那天正好不是最后一期了嘛，我就想着把你这些站姐全部都叫过来。好用心。还好那天他们在，就还能一起在外面聊天啊。没想到火真的好痛苦星真正结束了哦。也有点不舍哈。你们觉得好看，是因为你们对他还是有一定的滤镜，但是可能现在在看节目的观众又是新的一批了，他们需要一点新的刺激，这些对他们来说就不太会有感情分了，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你的故说不定有事以后先上新的哪讲？先攒着呗，这儿讲啊，新的这不迪厅也在讲嘛，对吧？这是为什么有说到排队嘛，随便插一下，排队你自己找点事儿挺重要的。我不是前阵子去那个环球影城玩嘛，我们排那个变形金刚1个半小时，我就排，先成语接龙，输的人群里发红包，差不多让每个人找个海龟汤来玩，互相玩海龟汤。反正就是我又给大家讲故事，早上听的播客，我下午就把它变成故事给大家讲。都到了还没讲完，还想听播客，都已经到我们项目，所以你只要马上找点事做，就会时间会消磨一下，对不然你这样待在那儿的话，确实会时间很冗长。几个朋友一起在那里聊聊天，玩一下就还好一点。像我去北京环球影城也是的。你们还是真正感受过节目现场录制的，你们回去还会看播出吗？会啊，自己心里面会有一些判断或者想法，哎，现场你们会觉得，哎，哪段还记得，哪段还剪掉了，会有这些，对，剪出来还蛮好看的，是不是还蛮搞笑的。你会觉得有时候现场觉得还一般，是不是？就就是感觉太长了。火星，我觉得现场每次都还是挺热闹的，氛围还是挺好的，很搞笑哈。对。你看，我不找话题就是这么干在这儿。但我们现在已经很好多了，好很多了。对啊，有没有发现最近因为我属于好爱说话的人，被你带动了？有一度我都以为那个李琦是一个不会说话半哑的状态，因为你那时候也不咋说话，对说的特别少。对，都是他说。我也没怎么说其。不是的，我那时候拍，因为就是要发到站子的微博。你不想自己的声音露出来？不是的，我就想着大家多听你的声音嘛，因为大家可能不想听我的声音啊。也不至于不想听，但主要是我是属于那种不用话题引导的人。前几年我可能真没说过什么话。自从开始弄商单以后，就知道调动了，而且现在都找到一些那种网络流量的小密码了哈。有眼网感，有网感了。比如说一个视频前3秒必须抓人眼球。哦，但是我剪辑的水平一般。你们俩谁剪辑水平比较好一点？你觉得？好吧。哎呀，他的都好谦虚。特效比较，他最近进步了很多。你们俩同时都在做我这个号哈，以我为主的一个号，会比拼流量吗？有的时候还好吧，无所谓哈，都好姐妹。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好嘛，对吧？因为我这个事儿，你们还可以有一些自己额外的收入，真挺好的。这真的阴差阳错，主要是现在钱也不好挣，钱也不好挣哈。真的不让人。你们两个是我接触到真正就是还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在做的人。因为16年之前，其实我也录了很多节目，也会有一些粉丝嘛，像李丽，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她就是电视迷那种，同时在微博上也帮我做了很多站子啊什么的。但后来相夫教子，就不怎么看节目什么，但是也是成为很好的朋友。因为对我来说，我认为录节目什么就是我的工作哈。结果工作之余，真的会有很多人真情实感的喜欢你，同时
他的 ID 真的能让你眼熟，你每一条微博什么他都会来给你评论。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像我们这种艺人可能都是路人粉比较多一点嘛，感觉大家都来了又去，来了又去，但真的有人踏踏实实一直在追你，帮你做这个做那，整得我都很不好意思。而且我感觉你记性还挺好的，就有些粉丝很多年见，然后他都变化了，你还记得？确实，毕竟他们真情实感追你的那阵子，他们会长期出现在你的各个工作空间，我也不是会有那种私生啊什么，就是一直干涉你的生活。再加上我的生活特别好干涉，人家没干嘛，我就跑去跟人家聊天啊什么的，主动型。我也有喜欢的艺人偶像，特别能体会那种心情。比如说在街上碰到别人，我如果鼓起勇气向别人拍照，我得鼓起很大的勇气。所以在路上鼓起勇气来向我拍照的人的话，我都觉得赶紧跟人家拍一张，人家一定是鼓起了莫大的勇气。所以你们投入那么多心血来追一个人或者帮一个人做各种各样的物料什么的时候，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本身我又是个老好人的个性，但是主要是因为你好，我们才愿意。真的，我有啥好不好的？一直没有变过这么多年。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录那个肥珍，不是肥珍是会谈，我去了嘛，就是买了那个100杯那个奶茶去做应援，结果现场见到你的时候，我就问我说你猜到我来了没有？你说我看到这些奶茶我就知道你来了。哎呀妈呀！哎呦，我真的那一下我觉得。然后我就发朋友圈，别人就说难怪你会粉迪哥这么多年。说这些干嘛？这么感人？咱们不是在这煽情的，没有，我们这是一个私联的环节，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会喜欢迪哥这么多年嘛。那然后婷婷他们做站子也做了好多年了，最搞笑，给大家讲一下，我有一个中国香港的粉丝，然后他之前帮我做站子，也做个有个4年5年左右了，挺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呢，他的站子的名字叫杨迪的衣橱。就扒我的一些同款什么什么品牌什么什么，后来发现我的衣服吧重复率太高了，实在做不下去了，站子直接改名字，杨迪的选择。为什么做杨迪的选择？这样的话，任何同款都可以呈现在那个站子上面，比如说我家的豆瓣酱啊，我家的酱油啊，生抽老抽啊，是的，是的，我家的肥肠罐头啊，这样的话类型就会多元化一点，不然光靠我的衣服撑不下来。你那件衣服5年前的为什么还在穿？我有的是随手一拿，你们没有5年前。主要是很新啊。穿的少吗？可能我熨了一下。你每次衣服出镜率好高啊！主要是那个衣服其实节目里面经常都是那件衣服。有的时候我新买了一个衣服，你会反复看到那个衣服哈，你们受得了吗？受不了了。你知道我那个衣服的重复率哈，我就太高了。我有的时候看到我的衣服，因为比如说我最近要跟沈月录节目，杨超越、张延琪这几个人，我就要把衣服的档期也要排一下，跟他们录节目的重复率也很高，导致我那个衣服会被他们发现，他们会说怎么又是这件衣服？他们换衣服，因为我就是那次出差可能就带那几套来回穿，结果有一次被2个艺人发现，跟他们录的时候，张延琪说：“哎，你这个外套是不是我们那天在哪儿录的？”外套被张延琪发现了，内搭被沈月发现了，因为内搭又跟沈月录的另外一个节目，懵了，所以衣服都得排档期。多穿新衣服吧。好六为什么都是新衣服？你们猜？节目准备的，而且还挺好看的。是好看。我帮你穿回去了吧？没有穿回去。按照我录节目这个体量，我如果一直给自己备衣服的话，我都疯了。我也不拍那种出发图，因为很多有可能有些艺人，他们比如说自己跟品牌有合作，他们穿了那个衣服，他们录工作啊、录节目什么，他们就还要拍个出发图。但是最搞笑的是，比如说这个工作在今天应该是今天出发过来吧，他们昨天就出发了，出发图昨天就专门去拍出发图，有些甚至是今天工作完事儿以后再去拍出发图，完事儿才出发，反正就是出发图好像成为艺人们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必须去干。我没有，我懒得拍那个出发图，因为没有品牌赞助，省钱。有的时候我自己自费可能买一些品牌方会找过来，可能说能不能老师就是说别穿我们家能不能？怎么可能？我们有品牌赞助一些小众的，这个迪 T 你们之前看过没嘛？我录这个迪 T 看了2期啦。因为目前为止跟你们录的时候只上线了2期，因为刘维和经纪人的话，除了我事业上的同事，也是我生活中的朋友嘛。但跟你们来说，还是朋友，不熟，不是也熟，但也没有那么熟，因为我不可能什么话所有的人生秘密都告诉你们。但是我个人觉得哈，在我的概念中，粉丝如果你特别粉谁，好多年这样经历下来的话，就算我不说，你们也能大概知道我的一些秘密吧？你觉得呢？你觉得呢？我觉得是知道的，肯定是知道的秘密。我记得最厉害的就是每次我跟他们就是有的时候闲聊拍视频的时候，他们俩比我还谨慎。对，就说你别乱说了。我有时候见到他们，我喜欢东说西说，他们还会合适的帮我处理一下。所以你们觉得我这些年走过来危险不？感觉危险，有一点点。对，有什么忠告吗？对我？别乱说话。
几年身形。你们看节目的时候，比如说看我在那叽叽喳喳说的时候，除了欢笑之余，有没有时候有的也会替我担心？还好，我感觉你分寸感还是蛮强的。有的时候为了那个一时的效果，有的时候也会突破一点那个分寸感的界限。有没有因为我去跟谁家的那种要进行一些沟通交涉的？没有，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 peace 和气的哈，对反正战斗力也差。当然，我从来不号召大家去站谁或什么的，包括那些控评什么，从来不干这种事儿。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永远不要被数据所裹挟。我一直是这么做的，因为，哎呀。想那么多也没用，该来就来，该去就去，这个是自然法则。我呢也一直秉持着这种概念来跟你们聊，因为最早跟你们认识的时候，你们也属于那种年轻气盛，你的粉丝都是我在维系，粉丝对啊，不维系感觉都跑了哈。留言评论的，我看到的回复很正常，但是我并不说谁要全身心的，就是帮我做这个做那个，因为都没关系，自己有自己的事儿，什么事情我都接受。但是我就最怕大家有矛盾，我就这么一个个性，有矛盾我就觉得啊不行，因为我这么个人，你们自己的还要产生矛盾就不太好。后来都还好一点，后来又有点小矛盾，就是今年我们在那拍着玩的时候，我开玩笑嘛，我说我唯一的2个粉丝，但是这个是玩笑，但很多真情实感追你的粉丝会觉得什么叫唯一的2个粉丝？那我们在哪儿呢？那一刻你就会发现，哦，还是要那个。确实，你看我都觉得我自己很注意分寸感了，注意吗？挺注意的呀。吃醋了。吃醋了，这些事情我难以判断好与不好。后来你们发现我就这种德性，对不对？就喜欢中央空调。对我喜欢。我们2个也容易吃醋。就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觉得那个还要吃醋啊？对啊，就是你比如说你回复别人没回复我们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们觉得我没有把我们放在第一位。对。但是现在年纪大了，就想通了很多。对，你们看一下，有的时候我连我妈都没回，就觉得没必要，就觉得哎呀，有这么多人喜欢迪哥还蛮好的，还愿意为迪哥，比如说开站子啊，然后做一些什么事情。对，一起。粉我之前没有很系统性的从事粉丝这样的工作吧，比如说开别的站子，没有，从来没有过。没有。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那个琪琪在周杰伦的粉丝圈里还是有一些名号，好像是有点吧。哇，很就是我感觉我从初中就开始很擅长整这些。就是对那时候喜欢周杰伦，然后好像是开了一个。你喜欢一个人，你就是以开站子为主，然后同时也会让很多人大家一起来喜欢。对，开站子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宣传一下，然后让大家都喜欢？不挣钱哈。不挣钱。我现在是还做了你的周边，现在我家里还有。我很多周边都是我们自己工作室在做，逢年过节送的礼物。你自己做的是什么来着？做的手幅，然后做那种钥匙扣。这些特别鸡肋的东西，确实是一定会砸手里。那时候流行这些东西。手幅这个事儿印象非常深刻，也是给我传为佳话。我最喜欢你们给我搞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当年我那个也是哪个节目出个外景，在室外，手幅带多了，粉丝不够哈。当时带了多少个手幅？没有，我是特意多带点，然后发给现场的人、群众们。对，群众们发给大家。你发的时候也好歹挑下人吧，硬塞给一些大姐大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那个视频？就是塞给前面的人吗？他们觉得第一排的人，到时候机位拍过来能看到第一排有很多我的粉丝举的手幅，但是有几个大姐大哥那种一眼就觉得完全不是我的粉丝，而且那个时候知名度什么的比现在还逊色一些，但是有可能到现在那大姐也不认识我。我都已经上台了，他那个手幅上面有我的名字，我当时直接冲过去拿着麦，我说大姐你好啊，你们在这干什么？我们在这等明星杨迪。我杨迪是谁啊？是个明星，长什么样子啊？不知道，来了吗？不知道。我就在他面前，而且最搞笑的是我那个时候很喜欢拍嘛，一拍到你们尖叫躲起来都想。对，因为那时候流行不露脸。哇，今天来了好多迪拜，哇，哎，你们俩确定吗？一会儿谁请你们来的？打开，谁让你拿着这个的？看到吗？你知道拿这个是什么意思吗？杨迪是谁啊？杨迪是他们做节目的一个人。杨迪是做节目的一个人，他来了吗？你不知道他来没来啊？天哪！我就你举了我的名字，你都不知道我是谁。你们以后找人能不能？我就是帅哥，谢谢了。这是站姐什么的，后援会都是不露脸，不成文的一个规定吗？就对，然后不让别人知道我是谁，这个皮下是谁。其实你想露吗？不想。没有，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这样的，都要躲，就没有人知道皮下是谁。哇，你们是迪士尼乐园哈？你不知道？谁知道这些啊？
我都不知道。你没有深入。而且我19年不是拍了个视频吗？就是检查我各个站子什么样子，我纯粹不是为了鼓励大家疯狂做站子，我真的是为了好玩。因为那阵子突然一时兴起，大家在开玩笑，是因为那年愚人节的时候大家逗乐还是什么个事儿，我有点忘了，涌出来无数个站子，对，就是你每个都艾特了一遍。我就去开玩笑，我去看，好多都停更5-6年了都快消耗了。对，那时候好像也是突然爆了一下吧，就是上了热搜然后之类的，对对对，就来了人杨迪的站姐什么的，对对对这那的，然后就这些人你认识吗？不认识。开站子需要注意点什么？你们会定期去看节目吗？还是怎么样的？因为有的时候突然哈，你还是会花点钱，我觉得。突然会发一些我的一些路透，找人拍的，是不是有那种炮姐？后来我自己了解到，比如说这群艺人在哪个地方工作，真的会有一些炮姐，咔咔咔先拍一堆，就是那种呆拍他，私信来问你们需不需要我的照片是吗？没有，你因为自己找的吗？还是他来问你啊？自己找的。你还花钱拍我？对啊，因为有时候你没时间去那个地方嘛，然后他刚好要去的话，你就花钱。他其实是主要是拍一些那种就是大流量很，多人嘛，对他们都拍很多人拍，就是你让他拍谁他就拍谁。我的应该便宜吧？你猜多少？我就随便猜了，50。那不止。别买了，50都贵了，50都不够啊，对100吧， 150，但是150 6个 G，他会拍100张吧？这太多了吧，好难受。他就是咔咔咔，因为他也不想再去筛选，对对对他会这样子吗？他必须你一次性给他150，他就马上把照片全部给你，就是还是说他你先给他能给你看几张吗？就是我先给你150，你帮我去那个现场拍了，然后再发给我。哦，没有那种炮姐或者没有那种代拍，他是说先拍，拍完以后再，哎，你要不要有这种吗？这是后面才有的吧？后面还有这种了，有跑到你那儿问你买不买的吗？没有啊。哦，好像有问都不问，好像有不是有时候基本上你的活动我们自己也都拍了嘛。谁拍的？有时候自己，有时候叫朋友去看啊拍。拿手机拍的那种哈。以前我记得那时候还就是跟别人不都是就是会拍照片发那个吗？我们那时候也是拿相机拍。后面出发发现图类似于那种东西，对，出发图、路透图。但是后面我们发现拍你视频更有趣，因为你觉不觉得拍我的照片太难拍了？因为我的嘴巴永远在说话，而且我每次发的文案就是原相机之处还是都不精挺修，都不精修。不用修，修也白修。后来要不是因为现在做点带货，学了一点剪辑的技巧的话，懒得弄了哈。懒得剪。好像现在每次剪我的视频，你主要先用那个剪辑软件自动生成一次字幕，对不对？然后再编辑一下花字。还会把一些气口都剪掉，是吧？以前都是保留完整的一个视频，现在呢？你怎么判断这一段不错呢？就感觉我现在能知道我的粉丝爱看什么了。你的粉丝，你的粉丝不是关注我的那些人，你的视频粉哈，看什么内容，你其实下次，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是你现在已经拍我拍的有点班味儿了，你发现没？发现了你都拍干了哈，对话也聊干了，我也找不到什么话题跟你聊了。上次你不是说让我们每个人想点话题，搞得我们2个人现在都不敢去接你了。为啥呢？没话题，没有对东西我们想不到。没什么想跟我聊的吗？其实感觉每次我们都是那种临场发挥，主要是有时候我们想一个点，想让你配合我们，你都不配合。不是你们想的不是话题了，你们想的是一个那个短视频拍摄，还有给我安排台词，有时候太夸张了。有的时候我们的神来一笔是最有灵魂的，比如说食不言寝不语那些哈，怎么样？突然，今天没有去接迪哥啊，姐妹们。但是今天迪哥过来请我吃饭了，还有一块是你的，来，谢谢。不要拍这种所谓的男友视角了，恶心的要命。刚没拍到你呢，现在拍到了，打个招呼。这个白眼，好吃吧？食不言寝不语。女友突然的视角，爆梗。对，突然的。虽然我已经吐槽过你们很多，但是听我这个播客的朋友们还不知道你们的一些小伎俩和小手段。谢谢迪哥，这牙膏用的真不错，确实牙变白了。我还在呢，我人还在这儿呢。他们经常发那种视频，Hello， 姐妹们，今天阳光真好，我们又要去接迪哥喽。到高铁站了，今天又来接迪哥。然后我就说，哎呦，今天这个视频怎么接我哈？他就拍那个高铁站的那个出站口，迪哥今天马上就要到哦，我们大家期待一下迪哥今天什么打扮啊什么的。话锋一转，下一个视频他已经在家里了。
哎呀，好的好的，今天第一个已经接到了。哎呀，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出去这么久脸都不出油啊？因为我刚刚去接迪哥回来，最近长沙好热的天气，最近好多痘痘。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一直都在用的宝藏水乳。广告，整个是一个广告，假接怎么假接样。但是你自然不确实前面把人吸引住了，而且有一个商单我都震撼了，女性用品，我还认我他那们两个一是起合作的。你俩合作一个共创的。还说我给迪哥发个信息，迪哥，你是从哪个门出来啊？手机都不敢，手机都是那个锁屏状态。你们自己写的台本是吧？你们现在写台本找谁写？我自己写，自己写脚本。自己就是一个团队。现在到瓶颈期了吗？到了。流量下滑你看我现在的没有那个过万的点赞了，已经。啊，都过不了万了。最高的那个记录是多少？现在我的所有的视频啊，最高的就是吃饭那一次，多少万点赞200多万。好，另外一个账号有400多万， ？400多万点赞，就是那个用不了的号。用不了的。那个号用来干嘛呢？发自己私人的生活了。但是现在这个号也属于我了。那个号本来是谁的吗？号这呢？你真的有点话多。我能了解一下吗？真，那个是我前男友的姑姑的。你为什么用他是的姑姑的号呢？当时就是我要做直播嘛，我自己的有一个号，然后我还要开另外一个号做直播，就是当时就用别人的实名过来认证一下，因为当时可以很容易改实名，后面改不了，必须要亲属。如果你想开直播的话，他姑姑要过来扫脸，对，就是这样。因为你跟你男友已经分手了，分手姑姑不帮你吗？不是一个地方的，他在湖北，我跑过去找他扫脸，但他不让扫。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尽量别搞夫妻店那种感觉哈。对你自己没有姑姑那些吗？当时在那边，而且我记得，因为每次来高铁站接我的时候，琪琪你们俩都会一起，但有好长一阵子你都很久没来了。我还说，哎，李琦怎么没来了呢？因为在湖北。有时候在湖北，有的时候是你一直在那个播，或者你们有的时候会分批而来，因为有琪琪有时候宿醉了。有时候我就说，那下次你去嘛。分批。对对对，我们每次是说你来了就是我来了，我来了就是你来了。哦，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而且每次来接你们也是联系我同事哈，接我也不是因为什么事，就突发奇想，想干嘛呢？就拍点东西发账号，对啊，发维系一下。对啊，以前都是这样。现在你们纯粹真的是为爱发电，没到30吧？我今年30岁，哦，过几天就30岁了。过几天马上生日了，30岁了，又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哈。录个 ID，我现在就提前祝你生日快乐，还要录 ID 干嘛？发到站子上。自己的账号，账号啦，我也在做，你忘给我了？一录的吧。祝我30岁生日快乐！哦，30岁了。有啥呢？我明年40岁了。祝我新婚快乐，跟谁啊？对象没找到，先录着吧。祝我早日脱单，祝我们两个。那现在有什么新的职业规划？李琦现在已经是专职的带货主播了。是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职业变化？哪个契机导致你现在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刚刚开录之前，你跟我说，你已经把你的本职工作辞掉了。我的本职也是带货，本身就是带货对对哈，普通话可以稍微没那么标准，也可以带货哈可。以啊，只要有激情。我跟你讲，因为我就关注了你们本身的账号嘛，基本上你就是每天都在。然后有的时候我看见你在直播，我不会点进去的为，什么？因为我一点进去会被你发现，发现以后你就会借势而起。姐妹们给第一个点点关注。但还有一次更精彩，就是什么呢？有一次我化妆师发现你在直播嘛，他就用他的账号点进去了，我明明没在里面，你突然就在里面说这个是一套直播话术哈，没事儿没事儿，对吧？流量密码。我都这样都没告你们，你觉得我人好不好？哎呀，太感人了，第一个你辞职那一刻有没有下起很大的决心？下了，因为在那儿干了多久了中间离职过，就是因为对因为那个恋爱嘛。对，后来回来，老板又收留我了，老板真好。结果这一次又伤了老板的心。这次为什么又想离职了呢？太累了，我就做我自己的账号吧。因为你公司那边也是做主播，对不对？你下班之后还要播自己的号，一番权衡之下，难道是自己的号播的比上班还好了吗？没有没有，最近流量下滑了。其实一直主要是太累了吧我，感觉直播感觉精气神全部都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那个合作嘛，对啊就是直播一下是不是很累。有的时候我播的久的是3个小时，我播但是5个小时，但一开始播以后，你的精气神全部要吊起来，因为那个不能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松懈。进来的人是每分钟可能都会不太一样的。对对对如果一个人能长期在你一主要是个直播间停留个5分钟，都很了不起了我们那个直播。间没有什么人，很坐牢。评论区都没人打字是对，吧？就是可能2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一个人互动，还要一直在说。那现在你自己账号评论区还是有人吧？有人聊天，全是管理员。管理员就是粉丝，对啊也是粉丝就粉丝啊为爱发电了。对对对对对，你的粉丝，你现在粉丝有粉丝名吗？没有。我的粉丝的粉丝，你的粉丝名是？你的粉丝名是迪拜啊，你的粉丝名呢？你叫李琦嘛？叫叫，骑马。这太难听了吧？那我的呢？
沙琪嘛，沙琪嘛也不好沙琪，嘛好难听哦，好难奇思越来越奇思妙想，自己琢磨吧，不重没有要，粉丝。帮我们2个人一人想一个。但也行。如果能因为这个事情赚到一些钱，真的是挺好一个事儿。等你们赚差不多了，我再告你们。害不害怕？年底跟我们年底给发年我们终奖吗？发什么年终奖？自己挣就好了好呀。抠啊，迪哥。但是你那个带货的话，选品非常重要，因为人家还是会找到你。但是还好，这些吃的都挺好吃的，你还是都是一些那种大的店铺，找你合作的商单多不多嘛？不多。这些现在找是不着，商单，这是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可以选平。台上你选好以后，反正你可以有佣金什么的，对不对？对，就看哪些人哇，他这个东西好出单，看上去好好吃啊，我就买回来试一下，我就挂进来。所以还是有赚到那么几桶金哈，刚开始的时候也没一点点金。我那个时候随便给你们那个土豆丝，那个土豆丝还是助力很大吧？土豆丝爆款包，包是包，它的佣金很低。好低。因为它就是薄利多销嘛，本身就是一个小零食那种感觉，给你带来一些那个流量，大家转化进入你的直播间，除了土豆丝之外，再看看别的东西嘛。不过也挺神的，你还挺厉害的，知道因为我自己是做带货主播的呀，我就你知道这些方面的一些对经验啊。但是你那个直播间的美颜能不能稍微修饰一点呢？他那个直播间嘛，我也不找他麻烦哈，后面挂着2个我的照片。我妹妹有一次进了你直播间说，他们俩是谁呀？我作为杨迪的亲妹妹，已经快认不出哥哥了。还是香的吧。像就是不知道哪里总觉得怪怪的那种感觉，总会有每个人。进来都要问一下这是谁啊？这是哪个偶像？然后每次开直播之前要设置一些导语嘛，引流的语你来了言，吗？就叫迪哥来了吗？我有时候在门口看着，我说没来，我不。我这人在门口，我说我这人在门口。琪琪是老师，老师其实相对来说工作时间现在密集吗？你是幼儿园嘛，对吧？我是自己开了个托管，自己创业创的，你挺厉害啊，托对管。很小的。你怎么？想到做这个呢？去托管上班，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还挺好做的。所以你认识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自己创业，是不是？没有，你是哪一年开始自己创业的？好像已经开了8、9年了吧。那也差不多就那阵子，挺厉害的呀，怪不得是做站姐的料，就很擅长于把各种各样的人大家集中在一起托管。你是用管理粉丝的方式管理那些小朋友吗？没有嘞，那不是其实我对他们还挺温柔的，哈哈。琪琪老师哈哈哈，这个哈哈才诡异。你那个托管是主要是中午那种时候是吧？还就是晚上回来写作业，小学生放学回来写作业，盯着他们来学习哈？辅导他们的作业。你还要辅导那不然呢？他家长放到托管来干嘛？哦？那你自己本身还要有一些功课的能力啊。现在的课业难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成绩可好了，现在很难，感觉3年级就已经上我们当年6年级的内容了。你在那个传媒嘛？你学的什么专业？学的是市场营销，那你也在干你的本职工作啊，市场营销。对口了。什么时候签下我？你跟梅子姐聊呗，去市场营销，我又不管营销。梅子姐还是很会搞事情的，把你们抓来一顿弄，梅子姐人可好了，对，好说话哈。对，而且她总是想着你们带我们一起。涛涛以前好说话吗？不敢惹，他都在前面看着。所以现在就是也没什么大的规划，反正无所谓了，先这么休息着，对吧？对李琦就这么休息着，边走边看，边观望一下。我觉得我现在直播能力很强的，我直播间能说哇，你说什么我就买什么呀。直播间人数最猛的时候是4000多个人，挺多啊，就以刚开始嘛，那个时候热度最高的时候肯定有这么多人。现在30填不进去了。最低的时候17个人， 17个人想关掉吗？那一刻还好，播着播着，第一个来了，马上又飙到100个人，流量密码。经典话术，第一个来了。现在都骗不动了，要想点新的东西了。第一个想工作到多少岁？这个真没想过，观众需要我到什么时候，同时我的身体机能扛到什么时候？因为我没有给人生那么多设限，同时也不会规划那么长远，因为规划好的未来不一定能做到，但是我只把手头的事情做好，我都是这样子。但是我感觉你自从爱爬山以后，状态好了很多哎。返老还童了哈。对啊，就是不是觉得活力满满。自己的状态有你看点像我们这种不行了就开始像我去爬山这种班倒不是跟状态是你的问题是你，还真不是，就是因为我就是想爬山嘛。因为之前看金庸小说《五岳剑派心有所往》，所以说先爬一爬。有一个契机是去年录了一个节目，我们仨去那个衡阳那边录的。我去录的前一天，魏大勋他们爬了衡山。我说啊，你们有这个机会爬衡山？我说我早知道昨天来录的话，我想爬这个衡山，本身就想去，我就一直埋下这个种子，直到今年1月份的时候有机会
中间空了2天就在长沙的工作，我说那干脆去爬一下，爬了以后就说干脆把5岳爬完，结果5岳说3山5岳都爬完，爬，我这个人要么就不做，一定下目标必把它完成，我现在只差一座泰山了就完事儿了。同时呢住酒店我现在又游泳嘛，我在游泳池的时候就看到别的人在我身边咔咔咔的游，哇，蝶泳了，自由泳了，蛙泳了，猛猛游，我就是自学的垃圾蛙泳，手脚都很拉垮，教你然后呢，我说不行，我也想学游泳。我在网上买的课，便宜的很，6堂课，我2堂课就把蛙泳学会了。我就给教练说，反正我一定要学会，我就很坚毅的下定决心，就是设定了一个目标。对，我就学会了。我昨天晚上2点钟睡的，我今天早上定的闹钟是7点半，结果我磨磨蹭蹭8点钟才起来，8点10分下去吃个早饭，10分钟吃完，8点20、8点半左右就开始，我就游泳，游泳池一个人都没有，我一个人在那游，爽的要死，各种蛙泳，几个来回游，所以我今天是整天录节目是游了泳的一个状态。感觉你精力还挺旺盛。一定，我不知道别人哈，但是我内心会觉得人的潜力无限，你想做的事儿一定都能做到的。挣钱可能有难度的情况之下，先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找到一些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情，我都是这么做的。而且我就是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又要看书，而且我也不一定要看很多深层次的很有文化的书，小说爱看就看呗，只要能让自己快乐和有乐趣的事情都不是浪费时间。很多人会觉得完了，我今天打了5个小时游戏，我今天消磨光阴了，有什么好消磨的吗？对啊，活着不就是体验？这5个小时多快乐！你快乐了，你就不要为这份快乐而懊恼。好，冲，行不行？那这些年还没有那么多闲情一直看我那些节目了哈，太多了，追不过来。我基本上都看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主要是我空闲时间太多。对，能看且看吧，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录多少年。有说这种话，录到你不是要100岁吗？我是要活到100岁，对啊，那就超越100岁，超越100 100岁。但是呢，如果到了那个60、70岁还可以录综艺，应该也挺有意思的。唐老师那个年纪以后，就是更加肆无忌惮了，下手可以更重一点，应该就是另外一个模样了吧。我也很期待，但是不用特别盼着那天到来，还是要希望时间过慢一点。爬山那些看不看的？冗长的那种 vlog， 就是看那个什么，你带着涛涛他们爬，他们班味重吗？他们都是活死人。笑不出大锤，笑不出大锤。我那个爬山像一个单口记，就是没有一个人理我。他们竟然没有说不去，他们已经答应我了，让我一直给他们说衡山是个很好爬的山，本来就很好爬，真的很好。为什么不叫我去呢？真的很好爬。这种好爬的山怎么不带我去爬山呢？也没有必要把你们真的喊去爬山吧，也太夸张了吧，有点儿。我们其实爬不动吧？不知道，因为我们很猛的。我还去爬了岳麓山。但是像这种我就可以。他们俩看我爬山以后，一直在问我哪次如果我爬那种有财神庙的山，他们要去。就是我每年都去爬灵顺寺，天下第一财神庙。就是每年去拜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可能相对来说有点意义哈，比如说你们看我录节目啊这些。对你们有没有一些生活上的影响呢？我很好奇。除了哈哈哈以后，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应该检讨一下自己了。有啊，让你这个了。开辟了新的职业道路，就感觉你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你不太擅长的事情，你也会假装很擅长。比如呢？做饭。就比如说，你不是说就是每次想到一个什么梗，就把它记在备忘录里面什么的。你也开始记了是吗？我也开始了。想的是什么呢？让迪哥在地上趴着。你看吧，不看吧？你给我看一眼，应该不会很过分。你搞了这么多哦，你们还那个看看想拍那些视频，我大概看到一点。我看看，因为最近流行那种热点，你知道那一年全部都是迪哥的文案。哇塞，生日文案，你看这个是21年的。21年他们给我做了个粉丝应援，是那种就是奶茶店报上暗号，比如说杨迪生日快乐，在上海某家奶茶店就可以得到我的一个那个杯套，专属的那个奶茶的杯套。当时在那个店里准备了多少个？记得1000个吧。反正很自信，不说1000个人去吧，每个人买个5杯的样子都得多少人去？你想想，我一查那家店离我家还挺近的，我就打算去那边探探店看看情况。我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人家不管有没有报暗号的，还有给你写什么生日的那种。对，有一年我生日记得就是上海生日会的。对，他们准备的礼物是从0岁的4月26号到我生日那天的4月26号。17年在一个操场上过的生日，是不是？我最希望的就是我的那节目能对大家的生活，还是对于人生的状态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吧。因为我们综艺可能相对来说内涵也不一定那么多，可能一时的欢愉，但有的时候静下心来探讨的一些话题，有的时候综艺上也会有一些走心的环节嘛，可能我就会分享一些我的一些
生活的方式或者对待事情的看法，如果能对大家有一些启发，包括对看我节目的粉丝有些启发，已经足以了。所以我为什么这些年，比如说非正式会谈这种，我也是都特别喜爱，因为我们会有很多深度的探讨。然后当你在街上碰到看你节目的那种，尤其是看非正式会谈的那种粉丝，他们哇，我什么上学都在看，现在因为这个节目的关系，我选择在哪个国家留学啊什么的。当你看到类似于这样的影响，你会更加会觉得你做的事情有意义嘛。而且你看那个非正式会谈，就是感觉你可以学到很多各国不一样的知识。但那个相对来说不是我节目里面那么聒噪的那种类型的节目哈，就需要沉下心来看的。就很有深度，好像平时看你嘻嘻哈哈什么的，但是你经常说什么就看书啊什么的，就知识点，比如说你爬山就是会说各种知识点嘛，这里是怎么样给大家介绍，这里是怎么样，就是给大家宣传一下，然后那个说明你的就是底蕴还是很足的。哎呀妈呀，不是，我也得做功课，底蕴。我也是做功课，边做边学习嘛。而且我觉得其实你给大家带来快乐，这个是很难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做人反正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希望大家都开心，我的目的也达到了，也聊干了，也不可能揭发出他们太多不好的事儿。我们有不好的事吗？我们没有吧？没有什么不好的事儿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反正也分享挺多了。两个人呢，就是说实话呢，心里还是像小女孩一样。发现追星的人吧，都是长不大，心态年轻，大目标也不是说特别多，不追求大目标，知足常乐。对，所以也希望粉我没粉错，就这样子。脱粉我也认，这么多年了，脱也脱不下去了，也就成为那个习惯了。也希望你们俩的事业都越来越好哈。现在我每次见到他们都调侃他们是女强人来了 ，CEO 来了，都在做自己的各种货哈。没想到今天一聊发现流量下降以后，在线人数17人，努力，没事儿。姐妹们，偶尔也看一下我的。怎么搜你的名字呢？田七。其实搜杨迪就能搜到你哈。搜杨迪的粉丝呢，就出现我们两个。你也在带货吗？没带吧？我一个月直播一次。你就是看人少嘛，不想播是不是？入不敷出。感觉不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事业。他不是做直播的，他有时候他不知道说什么。干在那儿了哈。对。今天邀请你们来录这个播客，你们当时内心有惶恐吗？有，这叫聊啥？好紧张，我们两个人。我们今天心脏突。因为上一次不是说要录，然后我们就好紧张，然后没录，然后这一次录了，我们好紧张，我们说怎么回事？怎么聊啥呀？结果发现有什么吗？没有，啥都没有哈。就跟朋友一样，就是闲聊。播客就是闲聊。会想签约我们两个吗？哦，真的，以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会想带着我们一起。杨迪。我做梦没有想到是这个问题。你们两个怀揣着的是明星梦还是发财梦？赚钱发财。做梦都没想到，我们整期播客深度完全上不去，全部流于世俗的表面。还有什么问题啊？也没啥了，各过各的，反正各自的生活领域闪闪发光。你在说什么？超级官方。你对哪个镜头在说话？对，你在镜头。你看哪里啊？闪闪发光。你看着那边那个架子是吗？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了，好不好？该撤了，我们也录了挺多了。每人最后随便说点什么吧，给我们的迪听一个结束语。就是希望我们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行吧，那就先聊到这里了。你们也赶紧回去休息吧，今天也不容易。今天我们来录这个迪听之前，还跟他们俩开了个商单。一个吗？我就说一个。100个。多来一点，可以每个月带我们两个人拍一次广告吗？实在没有办法很有深度的收尾了，咔。